工队可能还会回来。高队长有危险，都机灵点啊，听着没？武工队现在是孤立无援，没有藏身之地了。这包子我要了。哎，这是啥？没啥呀，你越这么说，我就越想看看了。买水。干部站住！怎么不把脸转过来？怎么样了？组长，除了这俩买包子比较多的，还有几波可疑的人，有买烧饼的，买面条的，买大饼的，还有买面粉的，都跟踪了。买大米和卖面条的不用跟，武工队现在哪有功夫生火做饭？把那2组调回来，跟这一组。是，去吧。哎，没人了，跑吧，走。连长，都小心点。长官，所有旅店都搜过了，没有发现武工队。意料之中。我手下在几个地方都发现了卖大量食品的，分头跟踪，有情况他们会随时汇报。很好。伊藤，警备大队那边布置好了吗？照长官部署，都安排好了，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，包括马二孬在内。如果我们的大搜捕抓不到武工队，就在那里等他们自投罗网。他们一定会来的。嘿，队长，他们咋还不回来呢？要不然我去看看。来了！哪儿呢？别急，马上就看到了。还真是。哎，老孙，你咋看见的？早就说了，老孙是头狼。哎，吃包子了，喝水了。盯住了，不要惊动他们。我去待会儿报告长官，这回能一波端了。是。队长，我去警戒。赶紧吃，我们路上都没舍得吃。这包子和水哪儿弄的？包子是荣昌街上买的，水从老乡家弄的。怎么又和老乡扯上关系了？不是说好了，谁都不找吗？不是，没辙呀。那所有的旅店和大车店里都有鬼子和特务盯着，那我也不能去弄去。队长，都让你说准了，鬼子手里都有你们的画像，幸亏他俩没去，我们俩都被杀了。对呀，坂本知道咱们没出去，他的这一招还挺有针对性的。不过我觉得没事，这鬼地方他们肯定想不到。你们没有被人盯梢吧？没有，我们来的时候一路走走停停的，又绕了一大圈，确认安全了以后才回来的。那就好。今天晚上一定要救出阿敏姑娘，然后我们彻底定西，避避坂本的锋芒。
队长，就这么轻饶了他呀？谁说要轻饶他了？我们这叫以退为进。等咱们啊重新建立起据点，我们还会回来的，是吧，队长？说的没错，我跟坂本那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拼个他死我活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行了，吃包子吧。行动一开始，子越你负责外围，狐狸负责缠。你们俩把好这个出口，一个鬼子也不能放。队长，还要等多久？还有1个小时，鬼子和二狗子就该拆熄灯号了，然后再等1个小时，我们就出发。还要2个小时？张萌，咱的机会不多，要有耐心，你得相信队长。啊，我不急。我知道你着急，有点耐心。行了，多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吧，养足精神再行动。队长，我去帮老孙放哨。好吧，知道你也睡不着，去吧。队长，这点阴冷，你赶紧穿上吧。我一大老爷们不怕冷，就披上吧，我热乎着呢啊！要不这样，你到我边上坐，给我挡挡风。哎，盖着。睡觉。孙，我来帮你盯着，你去睡一会儿吧。没事儿，我还不算困。还是我盯着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放心吧，阿明肯定会没事儿。不知道这个，越聊越怕。你去睡一会儿吧，还有将近2个小时呢。行，那你看着点儿。这个地方荒郊野外的，除了鬼，没有人。行，那你看着点儿。行。傻瓜，你瞎看啥？看我未来媳妇儿呢。阿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救你。要么一块儿活，要么一块儿死。
弄什么呢？鬼子的监狱咱们都见过，他们的结构大致都相同。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知道阿敏关在哪里，还有他们的防御部署情况。现在想也没什么用，到时候啊随机应变吧。哎，把衣服穿上。手链凉，还是你穿吧。穿上。这光是二狗子就好办了，咱们成功的概率也大一些。但是如果版本有防备，就不好说了。炸药被毁，版本很有可能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他管不了那么多。我们绝不能麻痹大业。版本这个人我很清楚，他有股子狠劲儿，越是遇到困难，他越顽强。他属于困兽犹斗那种类型。哎呀，你这对他的评价还挺高的呀。我是实事求是，要不然咱们也不会逼到这乱葬岗猫着。子夜，我有一种预感，我跟版本的最后决战就快到了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定会面对面解决的。到时候我先上。王子夜同志，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得躲着他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说解解气嘛。哎，好在啊，你找了乱葬岗这么一个好地方。你说，版本这会儿是不是正在对咱们进行大搜捕啊？那是肯定的。我估摸着，如果今天晚上抓不到我们，明天他们就会利用阿敏当诱饵，钓我们上钩。那也就是说，阿敏现在只是他们手上的备用一颗棋子。是的，他们就是想利用阿敏抓住我们。哎，也好，至少明天之前，阿敏是安全的。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到了明天，别说是救阿敏，咱们自身都难保了。鬼子早晚会搜到这儿。那你有什么计划？最好是悄悄潜入，救了人再悄悄撤退。难，那么多看守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是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，偷不成就鸣枪。老孙，老孙，到点了没有？刚过10分钟，还有1个小时50分钟出发。咋才10分钟呢？我感觉已经2个小时了。你再看看表。从来不带表，时间都在我的脑子里。不行，我这待不住了，要不然我到前面侦查一下去。哎，你还是睡会儿吧，养足了精神才有效率。豹子狼都是这样。我哪睡得着啊？阿敏被一直扔在监狱里，证明版本没想动他，而且版本一直忙着追捕我们，他根本就不会想到，咱们还敢反手一击。一个小小的监狱没啥，别担心啊。你不知道，阿敏也不是一直关在监狱里的，他是从警察局转移过去的。这说明版本对他很重视，还不一定玩出什么花样来呢。万一他又被转移了，咱们扑过去，不又扑空了吗？不会，警察局是不太稳妥，监狱已经是版本最佳选择了。
不可能再转移了。说实话，监狱里边救人没那么容易。阿敏被关在天字第1号牢房里，进那里边的人就从来没有出来过的，还不知道现在阿敏在里边啥情况呢。你怎么知道他关在那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要不是那儿的防范严密，我差点就把阿敏救出来了。那儿的二狗子和鬼子真不少，没那么容易救人。你进监狱救人了？啊！你回来汇报你打探到的情况，其实都是你自己看到的。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孙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千万别告诉队长。你也知道不对啊，快说。情况一切正常，很好。版本长官很快就到，这一次我们终于立大功了。一旦战斗打响，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。咱们这些人分成4组，你来看。赵猛和我是第1组，主攻，就负责往里猛冲，尽快杀到阿敏的牢房，把他救出来。大虎和狐狸是1组，掩护我冲锋的同时，狐狸要迅速地锁定监狱看守的头，争取擒贼擒王。老夫单独1组，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监狱电源和电话线，阻碍他们呼叫援兵。你和老孙是第4组，在监狱外游动警戒，给我们找到并且守住一条逃生通道。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可能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后面的追兵就得全靠你们了。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？基本同意，也有意见。说说，有什么意见？第一，你把赵猛放在第1组主攻合适吗？去救阿敏，他的情绪会不会失控啊？你想得很周到。一开始我也考虑不让他打头阵，后来转念一想，没用。这个时候，全世界都拦不住他往前冲。你给他安排别的任务，啥都没用，倒不如顺势而为。我就是担心他的情绪会失控，打头阵会很危险。你放心吧，怎么说赵猛也是老战士了，情绪再亢奋，他也知道战场的准则。不要忘了，那赵猛可是9条命的赵猛，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我怎么安排没问题的。那就好。那我就再说说另外一个必须要改正的问题。还有什么要改正的问题？你说。第4组有老孙1个人就够了。他在黑暗中就是一头独狼，不需要帮忙。而且咱们就这么几号人，留2个在监狱外面太浪费人力了。所以我要求加入第1组，跟你赵猛一起冲锋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这还用说呀？你见过哪个连长和副连长一起冲锋的？那队长我冲锋在前，你这个副队长压阵在后，这点战斗常识的还用我教你？你少来这套。论军龄，我不比你短。你要是真较这个真儿啊，也可以，啊，那我和赵猛在第1组，你在监狱外面守着。绝对不行，服从命令，不许讨价还价。那有什么不行啊？高队长，你我都很清楚，这是我们在定西的最后一战，也是最凶险的一战。少我1个人，多我1个人，可能结果就会不同。别说的那么严重，情况没那么凶险。别假装宽心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以前我们所有的行动，每一次都是经过你精心的策划、侦查，我们还要反复的模拟推演，这才能做到一击击中，全身而退。就这样，又逢凶化吉了。祖坟冒青烟也不过如此。然后呢？我跟着这对犯人混进了监狱，找到了一个向老江湖的犯人打听消息，他告诉我，阿敏被关在天字第1号牢房了。你太冒险了，哪能这么快就暴露身份？我不是着急嘛，我就随便编了个身份，说我是贩大米的，被抓进来了。你这身份编得不好，你身上哪有半点贩大米的气质？
既然是老江湖，一定能看出你是骗他。你要在就好了，这不是你的专长吗？但当时我想不了那么多，赶紧找天字第1号牢房。我真的很奇怪，你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讲故事？我也以为跑不出来了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居然要抓活的。我逮着这个机会就使劲往外面跑，结果巧了，到了大门口，狐狸也来了，给我干掉2个哨兵。狐狸也去了啊？对，我应该想到，他不会抛下你不管。但是你们就这么就跑了？老孙，我发现你的脑子跟队长有一拼，都问在点上了。本来我们以为跑不了了，鬼子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也就2、3米远了。可突然，这帮二狗子是不是看花眼了，转身往回跑，把鬼子都带跑了。我和狐狸才逃过这一劫。哎呀，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。今天的巧合实在是太多，我没法相信这是运气。那是啥？你觉得有人在帮我们？会是谁呢？要是真有咱们自己人在那边，那咱们去监狱救人，那可方便多了。老赵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说。你今天擅自去救人，绝对是办了一件蠢事儿。阿敏是我的女人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不后悔。你当不起的。我咋当不起？大不了就是死。如果狐狸死了呢？我当时把他靠在那儿了，我哪能想到他会去救我呀？你应该想到，狐狸一定会回去救你，而且不光是狐狸，所有人都有可能陷入危险。不至于吧？哎，老孙，我是一时冲动，头脑一发热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不像你那么冷静。行，以后一定改。哎，千万别告诉队长啊！你觉得我很冷静？当然了，谁有你冷静？你不冷静能百发百中，孙一枪嘛。老孙，我真是挺佩服你的，不管啥事儿，都看不出你着急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琢磨啥。哎呀，不像我，啥事儿都搁不住，这火爆性子。哎，你跟我说说呗，你这冷静是咋练出来的？也教教我。我的冷静不是练出来的，天生的。更不是。你知道我来咱们武工队之前，绰号叫什么？真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躲在坟地里面，难怪找不到。容易找就不是他们了。那边地形怎么样？特别大，怪石林立，沟沟坎坎，有4条进出通道。关姑娘真会找地方。长官，特战队已经集合完毕，马儿闹的警备大队也已经通知。带那个废物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带着10岗的宪兵队。宪兵队不能动，刘川大人的安全必须要保证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乱葬岗就是武工队的葬身之地。出发！我们只知道去监狱救人，至于监狱里边是什么地形，我们救的人关在哪儿，里边有多少守军，外面又有多少坚硬的敌人，我们的撤退路线在哪儿，这些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两眼一摸黑，这就是最凶险的地方。所以呀，我才安排你在外面压阵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怕死啊？王子月，我不是怕你怕死，我是怕你太不怕死。你再说一遍，这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你就别气我了，我就把话明说了吧。自打吕波同志牺牲以后，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，整个人就跟发了狂似的，打起仗来红着眼睛往前冲。你说赵猛情绪失控，我看你比他好不到哪儿去，所以，我才不让你打先锋，不让你去送死。
现在你明白了吗？罗队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承认，我的情绪和状态都不太正常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高风亮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救阿敏？这还用问为什么？阿敏一定要救，必须要救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我们武工队冒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去实施这个营救计划，难道不需要理由吗？我问你，如果你汇报给上级，上级会同意我们实施这个计划吗？说实话。不会。没错，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，上级都会批评我们是胡闹，这是没有必要的冒险。但是我们现在决定去这么做，没有一个人退缩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一个情字儿。赵猛对阿敏的爱情，我们对赵猛的兄弟情，我们对阿敏的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情。就为了这个情字儿，我们这支最理性、冷静、谨慎的武工队，现在已经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本来就不是一次正常状态的行动。我们所有人都在感情用事，你不能因为我的情绪问题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之外。更何况，我的情绪绝对不会影响到我的行动能力。你要相信我的专业素质。你说的没错，这次行动就是我们所有人感情冲动的结果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这是咱们在定西最后一次行动了，那我们就一起疯一次。我们3个人打头阵，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知道最让我欣赏的地方是哪儿吗？我这个人的优点太多，真不知道。你能理性地计算出一切利益得失，但最后你还是会选择感情。这是优点吗？朱司令员因为这事儿没少批评我，说我感情用事儿，心肠太软，难当大任。难当就难当呗。我觉得呀，你当个武工队长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真这么认为？我也这么想的。我就愿意当一辈子武工队长。什么版本4郎、版本5郎、6郎，来一个杀一个，一直杀到100郎，直到狗日的两脚畜生滚出中国去。我看啊，到不了100郎，这小鬼子的末日不远了。我相信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。是啊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。就可惜吕波他了。子越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别太难过了。吕波死得其所。我不会太难过的。别逞强。真的，我现在脑子里想起他来，就是他骑着摩托冲进特侦队的那一幕。我现在想想，我好像看到了他的笑脸。真的，他是高高兴兴的去和鬼子们同归于尽的。一定是这样。要是换做我，我也一样，也是高兴的。你想啊，他正不知道怎么进去呢，突然之间那围墙就炸开了，那鬼子的弹药就在眼前，那不跟捡到宝一样啊！你跟吕波真的有很多地方真的很像，不过在感情方面，他可比你勇敢多了。是吗？火炮？有这么安静的火炮吗？我以前可不这么安静，枪法好，灵气大，
那个时候劲儿可足了，做事风风火火，行事我行我素，特别勇猛，也特别冲动。勇猛还在，冲动没看出来。你后来是咋变的？火云岭之战。火云岭之战，你听说过？哎呀，当然知道了，这仗谁不知道啊？保平武工队传奇队长朱雷，带领手下弟兄一共7个人，利用有利地形阻击了300多个鬼子，打死了50多个人，而且带领武工队安全撤离。这仗打的是昏天黑地，震动了整个华北，我们的报纸、鬼子的报纸都刊登了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这都是从哪儿听说的？各种传呗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被打死50多个鬼子，那都是为了鼓舞士气的宣传。你想啊，7个对300多个鬼子，能安全撤离已经是了不起的胜利了，更别提打死那么多鬼子，还能赢？不会吧？游击队老姚他表弟的姑父当时正好在草丛里采草药，他在旁边看的是一清二楚。那武工队员个个像天神下凡，尤其是朱队长，在枪林弹雨中杀了个7进7出。老乡相信这样的传奇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能当真？我来告诉你，当时到底是什么样。嗨，我当然知道这是传奇，打仗又不是说书。老孙，听你的意思，你参加了火云岭之战？岂止是参加，确切的说，火云岭之战因我而起。真的？这事儿咋从来没听你提过呢？快给我讲讲，这可是真正的传奇啊！对于听故事的人来说是传奇，但对于我来说是永远的伤疤。咋回事？我从头给你说起吧。太好了，我正想听听呢。快点走！那你给我讲讲你和吕伯的故事呗。那一年，包括我在内的16名竞选出来的战士，组建了一支秘密特工大队。我们被送往莫斯科接受特训。吕波是我们的主任教官，主要教我们格斗和暗杀。哦，你们就学这2门功课呀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还有其他10几个教官呢。我们的课程有很多，比如说有射击、田径、游泳、侦查、审问、唱歌、跳舞。等，你们不是培训特工吗？那学唱歌跳舞干什么呀？我们可是高级特工，我们呢主要任务就是要潜入敌人的核心地带，执行最高级的任务。所以呢，上流社会那一套我们也得明白点儿。明白那些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哎，你还记得穿山甲马德红同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咱们护送过他的遗孀和孩子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我上一届的师兄，他就是混入敌人上层，潜伏进了敌人的参谋部情报处的。他们暴露的时候，敌人兵力的部署和调动，我们了如指掌。真是厉害，可惜牺牲了。你们其他同学们呢？我们这个特训班，总部花名册上一共有16人，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啊10名已经牺牲了，5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失踪，至今杳无音信。这个行当也太危险了，之前没想到
牺牲率太高了。敌后孤身执行特种任务，有去无回是常态。所以，对于我们这种身份的来说，牺牲根本不算什么。吕教官常说，只要我们多活一天，就多执行一天的任务。哪天要是牺牲了，就当是回家了。所以，我现在怀念他，并没有太多伤感。我明白了，吕波是个好教官。他更是个好男人。他在莫斯科的时候，追他的姑娘可多了。但是他就单单喜欢你？可能吧。他很有原则。培训的时候，他恪守教官的身份，半点其他的意思都没有流露。直到毕业舞会的那天晚上，他抱着我，才跟我说了一句动感情的话。还抱着你？跳华尔兹当然要抱着了。华尔兹是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哎，你还听不听啊？听啊，当然要听。他说什么了？那年秋天，鬼子又展开了下乡大扫荡，主要是为了抢粮食。他们每年秋天都抢，应该好对付吧？但那年秋天，新调来一个鬼子头，叫董湘英的。这个鬼子完全是条疯狗，滥杀百姓。别的鬼子杀人，多少都有点目的，或者至少有点由头。他不是，他杀人根本没有目的，属于杀人上瘾那种。真是条疯狗。不过老乡们应付鬼子的扫荡，应该都有经验了吧？这时候应该躲到山里去。那年的抢粮大扫荡，是他第一次带队。我们最重要的大村子平乐村，又是鬼子的重点攻击对象。平乐村，我路过那儿，那儿其实都不能算一个村了，赶上一个大乡了。所以我们也重点进行了防范，派出了老吴的游击大队，带着老乡们坚壁清野，躲进山里。那没问题啊，鬼子抢不到粮食，根本待不住，必须转移。他们带的口粮最多坚持2天，耗不起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是这样的。3天以后，老乡们从山里回到村里，没想到这帮小鬼子居然忍饥挨饿，一直守在村子旁边。这帮鬼子不简单啊！幸好有老吴的游击队护送。一场血战，老吴的游击大队全部牺牲。还好，大部分乡亲从村里又转移回山里，但是还是有200多乡亲被抓。这么多，这个疯狗逼着乡亲们带路，不答应就一个个虐杀，太残忍了。是的，砍头、活埋、剖腹、下油锅，他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。真是个畜生！老乡们是好样的，就这样，也没有一个屈服出卖的。鬼子杀累了，就准备用机枪把老乡们全都杀光，还逼他们自己先挖坑。老乡们看出了鬼子的意图，拿起锄头，发起了暴动。用锄头对机枪，这也太惨了吧！是啊，一场大屠杀，200多乡亲全部被杀光。为什么在这里停车？还有4里地呢。你想让武工队
听见车辆的动静吗？把车灯熄掉。熄灭车灯。太君别开枪！太君别开枪，是我。哎，太君，警备队马上到前来报道，请求太君让我打头阵。你还敢打头阵？有多远滚多远！太君，上次确实是我失误，但是你总得再给我一次为皇军效力的机会啊！马尔挠，你们不用进攻，但你们的任务很重要。请太君指示。乱葬岗东南西北都有出入口，你们就给我守住南边的出口。打响之后，我们会从3个方向合围他们，你们就原地固守，一定别让他们跑了就行。请太君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还有，如果人从你那里跑了，那你就去见王彪吧。是，弟兄，弟兄们，皇军靠要我们的时候到了，跟我走。